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 Facebook，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老师现在直播的时候啊，YouTube 的朋友也看得到，Facebook 的朋友也看得到，所以呢，老师欢迎脸书跟 YouTube 的朋友一起来加入老师的课程。那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的5月2号，今天是5月2日，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5月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哦。好，脸书的朋友刘好珍已经上来了哦，好珍你好。那今天要教各位的是新 HSK 的7至9 Advanced 高阶的这个汉语水平哦，所以今天的课程会非常的难，今天的课程会很难哦，准备好了吗？好，那这个老师在上课之前呢，先给各位同学一个链接，如果老师还没有看过你的，你们可以上来跟老师见个面，好不好？老师给你们一个链接哦，来。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欢迎柚子老师。柚子老师今天有来哦，所以大家一定很想他，对不对？昨天没有看到柚子老师，今天看到了，等一下他就会上来了哦。好，不好意思，老师最近有点感冒了哦。好，来，柚子老师来了，来 ，Hello，柚子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有听到柚子老师的声音吧？好，来，各位同学，今天柚子老师会跟我们一起上课哦。今天的课程稍微困难一点，因为今天要教的是 HSK 7至9级，这个困难度比较高一点哦。好，那柚子同学不是柚子同学，柚子老师，哎呀，真是伤脑筋，常常讲错话。这个柚子老师今天我们要教难一点的汉语哦。好，其实有点担心学生们会觉得太难了。不过我们尽力，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啊。好，来，柚子老师一上来马上就有同学来跟柚子老师打招呼了。Melina 跟柚子老师打招呼太好了。好，你好，你好。好，还有谁要跟柚子老师打招呼的？哇，你看柚子老师非常受欢迎啊。昨天柚子老师没来，大家一直问柚子老师去哪了，去哪了，一直在寻找我们的柚子老师啊。好好，谢谢，OK，大家，谢谢大家。OK，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上课吧。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的 HSK。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好，今天的课程一样要教各位5个词汇哦。那今天是学习高级词汇。那请柚子老师念一下今天的词汇好不好？好的。案件，sorry，安逸，案件，案件，按理说，按理按说，说，案件。案件。好，这5个词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了哦。安逸，sorry，安逸还有案件，还有按理说，还有按说，还有案件。OK， 5个词汇是高级词汇哦。我们今天来一起学习。好，哇，裴静同学也说，柚子老师晚上好。大家都只跟柚子老师打招呼，你看，你好，大家都忘了，大家都忘记我了，你看看。安妮亚也是，柚子老师您好。OK， 好，大好，谢谢，家都你好，你好。非常喜欢柚子老师哦。好，来，那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个词汇哦。好，第一个词汇叫安逸，安逸这个词汇，我觉得这个词汇算是常用了哈。安逸的意思是 cozy。Easy and comfortable， 安逸。这个柚子老师，你帮我念一下句子好不好？好。黄龄的生活过得很安逸。黄龄的生活过得很安逸。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哦。安逸的意思就是这个柚子老师安逸是什么意思啊？安逸就是过得很
很怎么样呢？很休闲，很舒服。很舒服的生活，然后你过得很自由、很自在，然后你好像没有烦恼，很安逸的感觉哦。安逸的意思好像就是你觉得没有烦恼，好像很舒适的感觉，很安全、很舒适，对不对哦？所以这里说黄龄的生活过得很安逸，也就是黄龄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烦恼，过得很舒适，也没有压力。这样的生活一般是没有工作压力的。然后过得很自在，这样的生活就是安逸的生活啊。像老师觉得柚子老师你的生活安逸吗？你觉得你的生活安逸吗？呃，我的生活，呃，呃，这个比较，比较不好说是吧？应其该不是实这个很安逸。不是很安逸。嗯为什么柚子老师会这样说？因为理查老师觉得“安逸”这个词有时候会有一点 negative 的味道哦。安逸这个词有时候会有一点负面，我们中文讲负面的意思，有时候了哦。所以这个老师告诉你们哦，安逸这个词你们在使用的时候，它有时候给我们母语者的感觉是比较有一点点 negative 的感觉哦，好像你的日子太舒服了，太舒适了哦，有一点这种感觉哦。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安逸的生活，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常常说这个词汇，安逸的生活有时候会有一点 negative 的感觉，好像你的生活太自在了，太没有压力了，过得太舒适了，太好了哦。有时候有一点点负面的感觉。这个柚子老师，你同意吗？安逸这个词，我们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嗯，但是在例句里面，这个词应该是比较它没有正面的，负面的，没有负对面的意思。对，所以这个词其实看你使是用的语境。对，看你使用的这个情境是怎么样。像有时候会有一点负面，不过呢，正面的情况也有。你可以说老人家过得很安逸，表示这个老人家过的生活是没有压力的，无忧无虑的哦。所以安逸基本上也有正面的意思，偶尔会带一些负面的意思，偶尔会带一些负面的意思哦。好，那我们看看。诶，柚子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位同学的例句？好，老师，我们可以说我的生活很安逸吗？可以啊。如果你的可以，生活是很悠闲的，很舒适的，就可以用像没安逸啊，有压没有问题。力的感觉。嗯。不过在我个人看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负面的思考。我的生活很安逸，感觉好像他这个人是过得太舒适，too cozy，too comfortable，我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哦。好，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好，那过得很安心。柚子老师，你觉得像才说，比如说我的生活过得很安心，我们会这样嗯，说吗？过得很安心，也可以吧。也可以表示嗯，你没有什么好烦恼的，你的心对，没情是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你不用安心。担心任何事情哦。所以像才你可以说过得很安心，表示你不担心任何事情哦，不担心任何事情。好，有没有说我好想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啊？非常好，这个例可以。句很好，对我也觉得这个例句非常地道，很好哦。好，哇，这个老师发现有个句子蛮好的，柚子老师你来品一品这个句子。好，他的生活不太安逸，因为他是被动的人。他的生他的生活不，他的生活不太安逸。这个句子好像不太，它的这个句子我前面和后面觉得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对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好像不是 cause and result。49这个句子感觉好像没有绝对的关系。It's not like cause or result，两个好像没有 like connected 的感觉哦，对，前面和后面不是因为好像和所以，因为和所以的关系。对对对。好，赛琳说，退休的时候，我希望一个安逸的生活，不过现在我喜欢精神的。哎呀，这个句子
前面的一半非常好。退休的时对，候，我希望一个安逸的生活。不过嗯，现在我喜欢，嗯，精神的。精神的不太好。对，这个赛安逸的琳同学，话，赛琳同学，你后面这一句我们可能就看不嗯，太懂了。你对，可能你可以要讲的是说我喜精神，欢有挑战的，有挑战的生活或冒险的生活。challengeable，Challenging or like adventurous，对不对？就是有挑战的生活哦。好嗯，，OK，他根本什么都不想知道，因为他的生活太安逸了。嗯，什么都不想知道。他根本什么都不在乎吧？哦，会不会好一点？他根本什么都不在乎。这个句子感觉也好像没有绝对的关系，关系是吧？对，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不过后面那一句我觉得可以，他的生活太安逸了，这个是属于比较嗯负面的使用法，对不对？哦，比较负面的。嗯好，She Love 说舒服跟安逸一样吗？我觉得不太一样。舒服有很嗯多，舒服有很多意思。舒服可以是身体上没有生病，你觉得很舒服，觉得很舒适。安逸比较指的是 lifestyle，安逸指的比较是生活形态，对不对？哦，舒服可能有比较多的层次哦。好，有一点不一样。对对，我觉得安逸比较指的是生活形态，your lifestyle。所以我们常常嗯说安逸的生活，这是 collocation，我们常常说的那个搭配语词哦，collocation。好好的，那这个老师一直觉得安逸这个词，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在一些格言上，不过通常是会带着一些比较负面的意思。老师啊，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 saying 啊，找到一个 proverb，找到一个格言啊，我们看看这个格言，大家有没有共鸣，好不好？好，来，这个柚子老师你念一下好不好？好，安逸的生活使人软弱。对，对，安逸的生活使人软弱。好，这个柚子老师你同意吗？如果生活太都是过于一帆风顺的，对，就对，会让人没有斗志。没有嗯错。这个柚子老师说一帆风顺，就是你的人生都没有任何的挫折，没有任何的阻碍，甚至没有任何的挑战。那嗯这个就算是太过安逸的生活，会让你软弱，make you weak。OK，会让你很软弱。所以有嗯时候人要有点挑战。各位同学，你们在学中文啊，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过着有挑战的生活，像刚刚柚子老师说的，我们要有挑战，我们要过 challenging life，要过着有挑战的生活哦。好，不要过得太过安逸哦，像佩佩猪的猫过得就太安逸了，所以佩佩猪的猫有点太胖了，对不对？佩佩猪的猫过得又安逸又安定。OK，好，好，各位同学，这个就是我们的21个词汇，安逸。一般讲的是生活很舒适，生活无忧无虑，没有烦恼，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 lifestyle 就是安逸的意思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22个词汇。好，22个词汇，想要请柚子老师念一下。好，案件。按键，OK。好，那例句也麻烦一下。他按下按键后，警铃响了。呀，他按下按键后，警铃响了。这个柚子老师啊，我们这里有两个按，它有什么区别啊？嗯，第一个按是这个动作，对，是对，第一个按。按是动词动作，按下这个 press，按下。那第嗯，二个按第呢二个按是它和键是两个合起来是一个词，是对but 叫什么，button 呀，button button，button 的呀，意思。对，按第二个按键跟第二个按跟键成为一个词汇，就变成一个名词哦，就是 button 的意思。好，他按下按键，警铃响了。警铃就是 the alarm bell，就是会响的那种，像啊，警车上也有警铃，对不对哦？警铃就是嗯它会发出警告的讯号，那叫警铃。
好，他按下按键后，警铃响了。好，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图上有2种按键哦。那这是第一种按键，那这是第2种按键。这个我想要各位同学按键，我想你们都知道了。不过呢，像 Cappy 同学说，我按键了，我们好像不能这样说，对不对？我按键了。我按下按键了。对，我也觉得按下按键。Cappy，我们要说按下按键，按键不可以当动词，所以我们应该要说我按下按键了，会比较对。我按下按键了哦，我按下按键了。好，这个对，老师给你们一些 collocations 好了。好，他按下按键了哦。好，来，哇，好多同学有问题耶，所以这个柚子老师刚刚有一位这个盛行同学问老师说，按键跟按钮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哦？这个柚子老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好，柚子老师来，我这边有几个东西，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基本上老师给你们3个词汇，第一个叫按键，第2个叫按钮，第3个叫开关。柚子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叫按键还是叫按钮还是叫开关？还是说浙江喜欢说这个是什么？应该都有。我感觉应该是按钮吧。这个叫按钮 ，OK， 按钮。哎，浙江说开关吗？开关说的。会说，像我们说这个是开关，因为这个有一个 on 跟一个 off， 我们会叫这个开关。开关，开关。不过我们也可以叫它按钮，也可以叫它按钮，对不对？这个其实啊，老师跟各位讲，柚子老师跟我一样，其实他们的意思都差不多。按钮跟按键的意思没有差很多，其实都一样的哦，差不多。只不过如果我们要很细的讲，来，柚子老师，这个应该是什么？这边这个应该是按键。这个算按键 ，OK， 这个算按键，其实很像，对不对？那这个又是什么？这种的，这个按键，这个是按键，对不对？这个其实老师跟各位讲哦，我跟柚子老师都有一样的想法。我们觉得按键跟按钮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像刚刚盛行同学说按键跟按钮，我觉得意思都通。你说这个是按钮也可以，你说这个是按键也可以。像这种东西，可能有同学说这个是按钮还是按键，其实都可以哦，都懂那个意思啊。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接近按钮，按钮我觉得比较像一个的这种比较像按钮，我觉得。不过你说按键其实都听得懂哦，我觉得单独一个的比较像按钮。那这种好像有并排的比较多的，其实也可以叫按钮、按键都可以啦，其实都可以哦。这个我趋近于比较说按键比较多的感觉，比较像按键。我比较觉得按钮好像是键盘的感觉。对，比较像一个的这种比较像按钮。不过其实各位同学，你们不用太去计较这些东西，因为你说这个是按钮，你说这个是按键，你甚至说这个是开关，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哦。开关比较像这种啊，就是有 on 跟 off 的哦，有 on 跟 off 的哦，所以这个比较像开关哦 ，like switch。不过其实各位同学，其实我们学语言不用太拘泥那么多。你要是每次想这是按键、按钮还是开关，你每次想这个啊，你都不用讲话了，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哦，意思都差不多的哦。好，按键、按钮、开关，好，盛行这样了解了吗？好，盛行懂了哦，好，太好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会讲到按钮，也会讲到按键，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开关啦，我们会说开关哦。好 ，OK， 好，clear。这个柚子老师啊，像我们说 YouTube
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按点赞，对不对？我们会说那个是按钮吗？不会，不会，对不对？所以 Claire，我们不会说那个 likes， 那个我们不会叫它是 button。In Chinese, we don't say like， 我们就说点赞吧，好像是这样了啊，按赞点赞，我们不会说按赞的按钮，我们就不会这样说。对，因为它不是 button， 它不是 button， 它是个 icon，我们说 icon， 它只是个 icon， 它不是按钮啊。对，按钮对中文来讲，按钮应该是要比较具象的、比较实物的东物体上的东西啊。OK， 这个是按键按钮哦。好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学习一些词汇。各位同学，你要知道按键按钮开关也知道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他们指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哦。好 ，OK， 我们继续看一下。哎，等一下哦，在这里，在这里。好，那么柚子老师再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不好？好。他按下按键，警铃响了。好，他按下按键后，警铃响了。好 ，OK， 各位同学，按键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词汇了啊。我们往下看，接下来这个词汇啊，老师觉得真的是很难教啊。好，来第23个词汇，按理，这个比较难。按理说，按理说。好，这个词汇先请柚子老师念一下句子。好，按理说，彼得应该唱的比我好。OK， 按理说彼得应该唱的比我好。好，按理说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logically or normally，比较像按道理来说，按照道理来说哦。按照道理来说，按照常理来说，常理来说，对，按照常理来说，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比较像正常来说吧，按照道理来说，对，正常来说怎么样哦？好，所以这个词就是按照道理来说 ，normally and a situation，but actually 这个像我们这个句子哦。像我们这个句子是按理说彼得应该唱得比我好，那实际的状况可能不是这样，实际的状况彼得可能这次唱得不好，所以这个按理说它这个词汇有一个很特殊的用法，就是它最后的结果跟你本来想的不一样，它的结果可能跟你预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老师的英文翻译是 Normally Peter should sing better than I, but in fact， 对，它后面有一个 but， 对 but， 因为实际状况不是这样子。当你用按理说的时候，你的句子的意思跟实际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应该唱得比我好。但是事实上，彼得并没有唱得比我好，对，他之前的表现应该要比我好，但是这一次他的表现不好，按理说，其实他实际的结果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OK， 所以这个按理说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就是，它的结果跟你本来正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跟正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哎呀，这个有点难，对不对？所以老师有一点难。所以老师告诉你，实际上呢，彼得这次唱得不好。实际上，对，其实 in fact 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因为 in fact 就是给人感觉，它就是跟前面的是不一样的。In fact, that's not the case。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Peter should sing better than I, but in fact, he didn't. He sang worse than I. 他唱的比我不好，这一次 this time， okay, this time he sang worse than I. This time, like basically normally he should sing better than I. But this time he sang worse than I. In fact, okay.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按理说通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的状况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好。一般来说的意思一样吗？有点不太一样。按理说，
基本上最后的结果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它的结果就是跟你预想的是类似的哦。好，这个柚子老师啊，我觉得这个词汇比较难哦，我们应该再给应该再给一个学生一个例句试试看哦。好，我再给学生一个例句看看哦。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来，等一下哦。好，来，按理说理查老师今天要上直播课，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理说今天理查老师要上，大家可以把他实际想表达的句子给写下来，写出来。实际想表达什么意思？对，各位同学，实际上到底这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 ？What's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它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按理说，理查老师今天要上直播课，但是事实上呢 ？But in fact, what's the real situation？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按理说，理查老师今天要上直播课，那这句话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我看到正确答案了，那个叫什么 cap 是吧？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来。然后 Cabby 说他今天没有来，理查老师今天按理说理查老师今天应该要开直播课，结果事实上理查老师没有开，而且他今天没有来，很好。好，安蕊说今天理查老师事实上今天理查老师上不了课，也许他生病了，对，也许他生病了，非常好，很好，你们都懂意思了。好，美美说。事实上的状况，对，没有上直播课啊，非常好，没有上直播课，很好，纽曼也是答对了，好，佩佩猪你也答对了，对不对啊？不过理查老师今天没有来，事实上理查老师是没有来的，你们都懂了，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就像柚子老师说的，当我们用按理说的时候，实际的状况是相反的 ，the opposite situation， 情况是不一样的。理查老师今天要上直播课，按理说理查老师今天要上直播课，事实上他有没有来？他没有来，他没有上直播课，他跟事实的状况是相反的哦。好，了解了哦。好，这个柚子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给各位同学一个例子，让各位同学更了解这个按理说这个词汇哦。好，我们再给同学们一个例子。好，来。好，等我一下哦。这个老师的电脑啊，实在太慢了。好，老师现在给你们另外一个句子，请你们要告诉老师，它事实上的意思是什么啊？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好，来。好，那我也要请柚子老师念一下这个句子。好。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好，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邀请就是 invitation，like someone invites you to do something。邀请，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各位同学，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呢？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But in fact， 事实上是什么状况发生了呢？好，各位同学，请你们写出来。如果我用按理说，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好，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哦，已经有人写出来了。好，Yusuke说，事实上我不想接受他的邀请。非常好。好，赛琳说，事实上是我会拒绝这个邀请。对，好厉害哦！各位同学，你们都懂那个意思诶。事实上，他有没有接受？没有。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哦。安蕊说，可能啊，他已经有应酬了，不能来。哇，好厉害哦！居然会用应酬这个词汇。好，这个苏南德说，其实没有接受邀请。没有接受，对的啊，没有错。佩佩猪说，事实上我有事。所以没有办法
接受他的邀请。OK， 可以。柚子老师啊，我发现学生们都很厉害耶，他们都懂这个意思了。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好，各位同学，老师把全部的句子给你们看。老师把这个例句全部的句子给你们看，你们就懂意思了。好，来，这句话本来的句子是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但我实在太忙了。I was too busy to accept her invitation. 我太忙了，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邀请。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接受？没有接受，对吧？对啊，就像柚子老师说的，他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哦。好，柚子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好，按理说我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但我实在太忙了。对，但我实在太忙了哦。所以这个按理说啊，当你们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通常实际状况跟你脑袋想的情况是相反的 ，OK， 是不一样的哦。好 ，Melina 同学问了一个句子，好，按理说我今天要去台湾旅游，可是因为新冠病毒我去不了。柚子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怎么样呢？按理说我今年要去台湾旅游，可是可以吧？可以，没有错。不过我觉得用因为会好一点。可是因为新冠病毒我去不了。是对，因为新冠病不过 Melina 你这个句子很好。为了这个你想的状况是要去旅游，但是实际状况是你没有办法去，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实际状况是你没有办法去，但是你其实是想去的，两个情况是相反的，你就可以用按理说。按理说。好 Liver Dog 问我们说，如果用按理说，结果可以不用说吗？柚子老师，你觉得呢？我们一定要把结果说出来吗？可以不说，对不对？可以不说。好 ，Liver Duck， 我们可以不用说结果，而且我们知道实际状况就是不一样。所以 Liver Duck， 你不一定要把你的真实结果说出来，但是我们听的人就知道实际状况不是这样。实际状况不是这样啊。好。为了跟因为一样吗？因为是后面是跟原因，为了是为了一个目的吧，跟一个目的。为了是表示为了做什么什么我要干嘛。or like the purpose of something。因为是 like you 一个 reason 一个原因不一样这个 to like 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来 ，OK， 我想这个按理说这个词汇比较难。希望各位同学多多练习一下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词汇进入下一个词汇。好，下个词汇叫按说。好，这个请柚子老师念一下好不好？好，按说这次考试不难。按说这次考试不难。好，这个按说这个词，我个人觉得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柚子老师，你觉得呢？对，这个词好像很少用，很少用。这个各位同学，虽然这个词汇是收录在新 HSK 里面，但是柚子老师跟我都觉得它的使用频率不高。OK，we don't really use 按说 very often. Actually, we use this term very rarely， 我们很少使用这个词汇所以各位同学你知道就好了。其实我们应该比较常说的是这个，好，我们应该常说的是按照道理来说，按说、按理说都可以吧。好，我们看一下好，来，这个。按理说，柚子老师，我们按理说蛮常用的，对不对？按理说很常用 ，OK， 按理说很常用 ，commonly used 很常用。按照道理来说，会用，对不对？我们会用，对，但是没有那么常用，也算 OK 啦，听得懂然后
按理，按理我们常用吗？按理按理也用的，用也有用，对不对哦？对。那按说，说实话，老师跟各位讲，在按说好以理查像对很少听到很少。这个词，各位同学，其实它是一个这些词，意思。对这些词汇都是一样的意思。按理说就是按照道理来说，就是按理，也是按说，这些意思都完全一样。可是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们，就我们母语者使用的频率的 frequency，我们使用的 frequency 来说，理查老师觉得按理说比较常用。柚子老师，你同意吗？按理说是最对，按常用的。理说比较用的，再来用的就比较多。是其他，其实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常用哎。不过按照道理来说是听得懂的，是没有问题的。按理也听得懂，可以。但是按说，说实话，平常我真的很少用按说哎。哦，按说。好，那那这个词大家只要看到知道什么意思就行。对，你们各位同学知道这些意思都一样就可以了哦。然后呢，如果你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你们尽量使用的是按理说哦，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按理说是我们最常用的哦。好，来，它的意思都是强调你所想的结果跟现实的状况是相反的，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柚子老师刚刚念了这个句子，我要麻烦柚子老师再念一次，然后我们要考学生了啊，来。好，按说这次考试不难。好，各位同学，请问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怎么样 ？In fact, what's the situation？ 这次的考试不难。各位同学，请你们告诉柚子老师跟我，事实上 ，but in fact， 事实上的情况是什么？事实上的情况是什么？好，来 ，Cappy 说，按说，按理说，按理，都是一样的意思。Cappy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没有区别，一样的意思。好，我看到这来了，哇，大家都好厉害。这次考试很难，非常好。对了，这次考试很难，安妮亚说的，这次考试很难。好，美美说这次考试很难。哎呀，然后呢，赛琳说，不过现在考试比较难。事实上好难。事实上好难。立新也说，事实上考试很难。好 ，David 说难死了，难死了，可以。谁说不难的？难死了。好，事实上是考试很难。好，看来大家都已经掌握这个词汇了，太好了。哎呀，柚子老师，我本来很担心这个词汇很难教的，看来大家都懂了哦。各位同学，按说这次考试不难，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按理说这次考试不难，那事实上这次考试很难。它只是，其实大家只要把后面的句子意思反过来就可以。反过来就可以了啊。按说，按理说，按照道理来说，这次考试不难呢？怎么这么难呢？这次考试怎么这么难呢？情况是相反的情况是相反的。太好了，各位同学，你们都掌握了哦。事实上跟实际上是一样的吗？事实上跟实际上是 in fact， 对，实际上是 actually， 实际上 actually 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实际上，有时候是相通的啦，有时候是相通的。事实上，这次考试不难；实际上，这次考试不难。我觉得一般的使用应该是可以相通啦。柚子老师觉得呢？这个其实是很细的一个文法了，很细的一个语法。这个语法太细了哦。它就是 in fact 和 actually 的区别，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对呀，好，那各位同学，老师觉得应该要再给你们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了哦。好，来，最后一个例子，你们再试试看，按说或按理说到底的使用方式是怎么样？麻烦柚子老师念一下这个句子好不好？好，老王是我们的邻居，按说我们应该帮助他。好，
那各位同学，这个实际状况是什么呢？老王是我们的邻居，按说我们应该帮助他。那实际状况是什么呢？实际状况是什么呢？好，来，实际状况到底帮了没呀？老王到底得到了帮助了没？好，柚子老师已经有人写出来喽。好，裴静说啊，我们没有帮没有助他。帮助他。哇，大家都对，懂了哦。或者是像美美说的，我们不应该帮他哦，不应该帮他。立新说，可以。事实上没有帮助他也可以，总嗯之就是没有帮他就对了。按说我们应该帮他，那其实没有帮，他其实没有帮哦。好，他没有帮到，很好哦，还没有帮助他。好，所以大家大概懂了这个按说跟按理说的意思啊，太好了。好，那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意思哦，语气上会有点不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词汇。好，第25个词汇。好，这个叫按键哦，按键。好，柚哦，子老师，这个词跟我们刚刚那个按键是不是同一个读音？按键，哎，对耶，按键按键还记得吗？那个一样的念法，对不对？跟这个，OK，按键是一样的哦，读音是一样的哦，按键跟这个按键是一样的读音。好，来，柚子老师麻烦一下。好，侦探正在调查这个杀人案件。好，侦探正在调查这个杀人案件。好，调查这个词，请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它的发音哦。这个念调查，不要念调查，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哦。那各位同学，这个读音要念对哦，要念调查，不要念调，因为这个字也可以念成调哦。这里要念调查。OK，调查就是investigate 调查。好，嗯，杀人案件，杀人案件就是像谋杀案吧？应该就像谋杀案哦，murder 对，case，murder case，杀人案件。好，侦探正在调查这个杀人案件。侦探的话，侦探像那个柯南，对不对？就是个侦探。侦探就是去调查一些案件或一些事情的人哦，这个叫侦探。通常会拿一个放大镜，对不对？哦，我们中文说放大镜，侦探会拿一个放大镜去找那些蛛丝马迹哦，这个是侦探的工作，去调查案件哦。好，这个叫调查，请不要读成调查咯，要念调查哦，调查。好，他这个好，老师给你们一些这个 collocations 哦，好，来，好，我们说调查案件，好，OK，好，调查案件，investigate a case，然后有时候这个案件是法官会审理，对不对？哦，法官会审理这个案件，所以各位同学，案件这个词你可以用调查的哦，investigate，你也可以用审理的，像法官就是 judge，法官审理案件哦，法官审理案件。好，OK，案件哦，好，我想这个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有一些词汇要麻烦柚子老师帮我念一下哦。这些也好，是很常见的一些词汇。好，来，好，要麻烦柚子老师。好，杀人案件、离婚案件、离婚、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好，那这些词汇常常会跟案件一起使用。杀人案件就是有点像 murder case 哦，谋杀案的感觉 murder case。离婚案件当然指的是 divorce，夫妻离婚了这样的案件，离婚案件哦。那刑事案件的话，比较用在如果有人犯罪了，或有人做了非法的事情，这样的案件就叫刑事案件 （criminal）。OK，a criminal case，这个叫刑事案件。好，这些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词汇哦。好，OK，所以案件这个词其实是比较单纯的啦，不像刚刚那个案说哦，比较复杂一点啊，比较复杂一点。好，那这个好，那最后呢，我们已经把这5个词汇都讲完了，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好了哦。好。
好，要麻烦一下柚子老师。好，安逸，案件，按理说，按说，案件。好，OK，今天这5个词汇蛮有挑战性的，对不对啊？我们中文说很有挑战性哦，英文叫 challenging， 很有挑战性的5个词。那请大家要多多练习哦。你看柚子老师啊，他也是有准备的哦，所以啊，你们呀，如果觉得有一点听不懂今天的课，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回去再多看几次这个视频，多看几次哦，来了解一下这些词汇。啊，我们中文说有挑战性的啊，叫 challenging。好，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一下啊，有挑战性的啊，有挑战性，像我们的生活很有挑战性，对不对？哦，这次的词汇很有挑战性 ，challenging。这次的词汇好难哦，很有挑战性。哦，有的人的生活是很有挑战性的生活哦，很有挑战性的生活。好。哦，Claire 说：“哎呀，谢谢你们老师，我们好幸福哦，有2个老师。对呀、你看以前啊，这个你们上中文课是要付费的，你看现在2个老师都不用付费啊，多幸福，多好，对不对啊？好，那柚子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哎，好，怎么不见了？等一下啊、好，找到了。好，好，那我先下了，那柚子老再见。师，这个我们有机会的话，再多多合作，来教同学们这个中文啊。那这好，个柚子没问题。老师啊，这个其实大家都，我觉得哦，2个不同的老师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 accent 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腔调是不同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同学们也可以练习你们的听力，因为以后你们到了这个中国啊，有很多的省份，有很多的方言。要有很多不同的腔调，你们要多去适应，不能只听其中一种，你不能只听北方人，你不能只听南方人，你要多听不同腔调的中文哦，因为中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你们要多听不同的腔调，也可以多听不同的用法还有方言哦。好，那老师也要谢谢柚子老师的帮忙，谢谢柚子老师，那我们下次见好，喽。好，拜好，下次见，拜，再见。再见，拜拜。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教到这喽。理查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你们不要只听理查老师的口音，你们也要去听不同中文老师的口音，因为啊，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所以每个人的发音、每个人的腔调、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你们要多听。所以有的人说要多看电视剧，因为电视剧里的演员他的口音都不一样，你要多训练你的听力，你不要只听一个老师说中文，你要听很多不同中国人说的中文，因为每个人的 accent 都不一样哦，好不好？好，那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